各位线上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的天气又是非常的好，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聚会完，可能有人想要出去走一走吧，请记得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啊！感谢主在这样的疫情当中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提醒我们疫情终究是会过去的。然后黑暗也是终会过去的，春光明媚的春天迟早是会来临的。现在，先让我们安静心，我们一起默祷，来准备心，开始今天早上的敬拜。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再一次的在线上聚集。我们无论在哪里，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同感一灵，让我们圣徒相通，在你的里面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阴暗的天气，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天气。我们感谢你，玫瑰有刺。我们感谢你，主啊，玫瑰也是美好的。恩主，让我们在疫情当中，让我们时时看到，在这阴暗当中，其实有你很多恩典的足迹，让我们可以体验得出来。求你保守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是5月的第一个星期，时间实在是过得很快。我还记得我刚讲完上个月的主题友谊，马上又过了1个月了。我们今年的主题，教会的主题是建立规律的属灵生命。那这个属灵生命呢，它是有一个藤架。这个藤架呢，首先是要扎好根基。我们借着休息，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读经，我们有一个好的底子。然后呢，我们再来开始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当中呢，同样也有3个层面。第一个是友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每个人都需要天路同伴。今天我们要讨论性与灵。第3个，下个月我们要讨论家庭关系。那今天这个题目呢，首先我要用一个照片开始。英文的成语当中呢，有一句话叫做“屋里的大象”。这个屋里的大象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是表示说，这个问题、这个情况明明是存在的，像一个大象那么大，但是呢，大家好像都无视于它的存在。那当我们讲到性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也就像是面对屋里的一个大象一样，有的时候难以启齿，特别是在华人的文化中，我们的礼教传统好像这样的一个主题不是台面上可以说的。所以呢，这个问题、这个议题，它的确是屋子里的一头大象。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大象呢，把它找出来，我们呢就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一方面如果有一个健康的态度，它会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灵性生活。所以呢，今天我跟各位分享几个我们的一些传统的观念，它未必是正确的。今天我也跟各位厘清。那我们之所以把性这个议题呢当成屋里的一个大象呢，我觉得是跟我们的堕落有关系。其实，性是上帝所创造的，它是美好的。所以在创世纪2章25节那里说，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是一个纯真无邪的一个世界，每一样事情在乐园当中都是美好的，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但是当他们吃了果子之后呢，整个的情形都改变了。创世纪3章7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里的明亮非常的讽刺，这个明亮也是撒旦所承诺的。撒旦说，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你们眼睛明亮，就会有智慧。但是讽刺的，当他们两个人的眼睛明亮，这个明亮的原文就是开了。当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看到的不是自己有多聪明，不是自己有多么有智慧，而是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而且觉得羞耻，所以赶快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来遮羞。从此，这个问题好像在教会的传统上就成为一个比较难以拿到台面上来谈的问题。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堕落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扭曲了，这个状况也变得扭曲了。它不再是上帝创造世界初衷的那个模式模样。那首先呢，我愿意跟各位分享，性它是一个灵性的议题。如果我们单从生理的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的话呢，恐怕我们永远无法解决，恐怕我们永远有一个盲点在那里。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个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因为耶稣在前面说，他所赐的水喝了就永远不渴。所以呢，妇人就跟耶稣说：“先生，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的回答好像是言不及义啊，但是其实呢是直指问题的核心。耶稣说：“你去把你丈夫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丈夫跟这个水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妇人非常的冰雪聪明，她呢就很技巧的回避。她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的确，从法律的观点来说呢，她是没有丈夫的，因为她在跟人同居。那耶稣马上很客气的跟她说，同样的，在另外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觉得在很多的问题上，我们不需要很尖锐的跟别人冲突来讨论。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循循善诱的引导撒玛利亚的妇人看到自己的状况。所以耶稣接下来他没有指责他，耶稣只是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但是这个冰雪聪明的妇人，她听到这句话，她马上恍然大悟。所以接下来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从最先非常的不客气跟耶稣说：“你这个犹太人怎么可能跟我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要水喝？”一直到第15节，他用先生拉比这个称呼，很尊敬的称呼耶稣，一直到第19节，他体认到耶稣是那一位先知，因为他看见耶稣点出了他生活中的盲点。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提醒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寻找泉源寻找错了。
他以为他的问题只是感情上的需要，他需要有一个人陪伴，但其实他真正的问题是他缺少那个生命的水，那个灵性的源头。所以耶稣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撒玛利亚妇人恍然大悟，原来他一直用错误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问题。其实他的问题是灵性上的干渴，但是他一直用身体的方式来解决他灵性的干渴。所以耶稣跟他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的时候呢，耶稣是来指正、提醒他的问题是灵性的，而不是生理层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我们思想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是一个灵性上的议题，它跟我们的灵性是非常的有关系。第二个，我觉得华人教会受尼托生的神学思想影响非常的深远。或许你不知道尼托生是谁，但是老一辈的基督徒可能对他都非常的熟悉。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尼托生的神学对整个的华人教会，对整个华人教会的传道人有着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尼托生本人他受到敬虔派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他打造了一套属于他自己的神学观念。其中一本最著名的书，也是整理了他个人的神学思想，就是这一本书叫做《属灵的人》。我想很多长辈或者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看过这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呢，人是分成3个部分。接下来的3段话我都是摘自于《属灵的人》这本书。那尼托生呢，在《属灵的人》这本书，他开宗明义就说，人是分作灵、魂、体3部分的。接着他在有一个地方说，在人这3个元素里，灵与神联合是最高的，体与物质相接触是最卑的。所以在他的这个神学思想里呢，他的这个灵魂体呢，其实是有高低之分的。灵是最高境界的，然后身体是最卑的。还有一处他说，人的灵是最尊贵的，居在人的最里面；体是最卑贱的，居在最外面。所以尼托生的这一种身体是卑贱的，身体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当中最低层次的这种观念，对华人教会影响非常的深远，以至于任何跟身体有关系的，我们都觉得是不好的，是卑贱的，以至于我们面对性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采取这种态度。其实这种3分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身体的问题往往都是因为发自于我们灵性上的问题。但是第一个，我们没有体认到这个议题是灵性的议题的话呢，我们只会从一个单方面的来看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是卑贱的，我们的灵才是最高贵的话呢，那我们也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此我们会把我们人生命当中的一些渴望，其实这些渴望它原本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呢，把这些渴望都当作是不好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但是他的思想在华人教会当中，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思想依然深深地存留在华人教会当中。所以我们应该对身体有一个健康的看法。
我们要记得，身体也是创造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讨论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讲到的身体，其实他有的时候指的不是身体，而是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私欲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效果，他用身体或者肉体来表达。那这是后话暂且不表，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身体是好的。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怎么可能是最卑贱的呢？柴斯特顿这位英国作家，他说过一句非常劲爆的话，他说，每一个敲妓院门的人都是在寻找神。换句话说呢，这一些呢，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灵性上非常非常干渴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去哪里找到生命活水的源头，以至于呢，他们用这个错误的方式，渴了再喝，喝了再渴，渴了再喝，一次又一次的用错误的方式，用错误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提醒自己，渴望的根源是灵性的，它不只是生理层面的。不然的话，大卫他有很多的太太。我们在讲撒母耳记的时候，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他在遇到拔示巴之前，他已经有好几个太太了。如果只是生理层面的话，他为什么需要再多一个呢？所以这根本就不是生理上的问题了，而是他的贪欲，而是他的野心，而是他的占有，他想要占有拔示巴。另外，外遇也是一样。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做一个调查，或者你去问他们，大部分外遇的人，他们不是因为性生活的不满，而是他们在情感上想要另外找到一个依托。你如果去问他们，他们为什么会有外遇，他们给你的答案是说，这个女人重新让我燃起初恋的火花，这个女人让我又燃起了生命的盼望，对爱情的向往。你看这些反应，这些难道都是生理上的吗？其实都是灵性上的。还有已婚人士其他不正当的行为，都是例证。最近有一位传道人，年事非常的高，但是被发现他常常把年轻的姐妹带回家做一些不妥当的行为。他年事这么高，他德高望重，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是错误的行为吗？但是他就是不能停止。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不管是大卫，不管是外遇，不管是已婚人士其他不正当的行为，都是例子，告诉我们，这个不是解决生理问题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要追溯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是灵性上的。所以，亲爱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你也不要认为结婚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除非我们现在开始培养一个健康的观念、健康的灵性，否则你带着你残缺的观念、不健康的观念走进婚姻，其实并不会真正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受尊重的传道人也在这件事上出问题的时候呢，他的问题就在于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是灵性的问题，而且往往我记得我在讲大卫跟拔示巴的时候，我提过，有的时候身为一个领袖，
高处不胜寒，你身边没有一些可以提醒你、责备你的人，或者甚至有朋友责备你、提醒你的时候，你当作耳旁风，因为这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根深蒂固，你欲罢不能了。这个图表，我上一次讲大卫跟拔示巴的时候呢，也提过。其实我们应该请圣灵成为我们的心灵考古学家。考古学家当他们去考古的时候呢，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只挖第一层，因为人类的文明，他们的倾向是他们会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居住。这一代的人居住之后呢，下一代的人他们会在同样的地方继续的居住下去。所以你如果去考古的时候呢，你如果只挖第一层，你只能挖到最表层的文明。所以呢，你挖了第一层之后呢，你再一层一层的挖下去呢，你挖到后来呢，你会看到最早期的文明。同样的，我们让我们圣灵成为我们心灵的考古学家。当我们的属灵旅程开始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心灵考古的开始。我们请圣灵成为我们的考古学家，慢慢的挖掘、抽丝剥茧，来看清我们灵魂最深处、最早期、最需要痊愈的伤痕。所以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在这方面出问题，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忍苛责，因为他们很多的时候是带着问题进入到婚姻，带着问题进入到服事的岗位，但是他们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以至于在服事的过程当中，这个问题一直的浮现，一直的浮现，然后在一些时候就会爆发出来，就会被人揭发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圣灵成为我们的心灵考古学家，让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层一层的剥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圣灵面前诚实无为，让圣灵揭开我们生命最深处的那个伤痕，然后我们恳求圣灵来医治我们。在我服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看色情片成瘾最严重的，往往都不是单身的人，而是已婚的人。所以我再次的要强调，如果只是生理层面的话，他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婚后他还是欲罢不能的去看这些东西呢？因为他结婚之前，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成瘾的问题了，但是婚后依然他的灵性上出了问题。所以圣灵帮助我们考古，然后揭开我们的最深的伤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在我们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好，另外我也要跟各位分享单身的恩赐这个迷思。常常在教会当中，我们会说：“你有单身的恩赐吗？”但是坦白跟各位讲，圣经当中并没有单身的恩赐这个观念。保罗讲到单身，其实他并不是讲单身的恩赐。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把哥林多前书第7章的恩赐等同于第12章的属灵的恩赐所造成的误解。哥林多前书7章7节，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像他一样单身。”他说：“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换句话说，这里的恩赐其实它不是属灵的恩赐，
它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他说，有人得到的是婚姻生活，像我的话呢，我得到的是单身生活。所以呢，这里呢，它其实不是指说圣灵给你一个特别的能力，让你去结婚，让你去单身。如果这样说的话，那结婚也需要恩赐了，不是吗？有一次我在台湾讲道的时候，我就问下面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们觉得结婚需不需要恩赐啊？我的大多数的，因为那是我认识的教会，我大多数的已婚朋友一直在那里点头。台湾有一个用法叫点头如捣蒜，他们一直点头。结婚也需要上帝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他下面说的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有人领受单身的礼物，有人领受婚姻的礼物。但是到了12章，他一开始就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然后在11节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个属灵的恩赐跟哥林多前书第7章讲到的恩赐是不同的。这里的恩赐是功能性的恩赐，是这个恩赐给了我们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用这个恩赐来服侍人。所以前面这个属灵的这个形容词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单身不是神给你一个属灵的特别的能力。如果我们厘清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问别人说：你不结婚，你有单身的恩赐吗？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单身不是因为他们有单身的恩赐，以至于造成很大的困惑。他们自己问自己说：我明明没有单身的恩赐，我为什么还要单身下去？我们没有所谓的单身不是属灵恩赐，没有所谓的单身恩赐。我们单身有很多的原因，环境上的，我们自己选择上的，是很多的原因让我们选择了这一条路，而不是因为圣灵赐能力给我们这个能力来过单身的生活。我想我们厘清这一点，很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困扰了。所以这是单身的恩赐在华人教会的迷思。我想不仅是华人教会，整个的福音派教会，当我们误解了这个哥林多前书7章7节的这个恩赐的意思的时候呢，就会带来一些困扰。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圣经对我们人的欲望，它是怎么看的？当圣经讲到欲望的时候呢，它用的这个字呢，它是中性的，它可以翻成欲望，它的意思呢是渴求，它的意思也可以是向往。它是一个中性的字，所以它有好的一面，它也有不好的一面。比方说，耶稣在路加福音对门徒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你如果看和合本修订版，他已经改成说，耶稣对他们说：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这个渴望是好的。耶稣向往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跟他的门徒最后的再聚一次。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3节，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个情愿也是同样的一个字。他说：我有一个向往，我有一个渴求，我情愿现在就离开世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不是都有这种渴望吗？但是保罗知道他还需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在罗马书第8章他说，他有一个渴望是期待我们得救赎。什么得救赎？他没有说我们的灵魂得赎。第8章他说，
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整个的人都会得到救赎，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所以从罗马书第8章的那节经文，我们也会看到，身体并不卑贱，身体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被扭曲了，但是有一天，神要恢复我们身体原来的那个荣美的形状，那个被救赎的原来的初衷的形状，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形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7节，保罗说：“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这个“很愿意”也是这个字。他说：“我有一个渴望，我非常的想要见你的面。”所以，我们人类生命当中一些向往、一些渴望，它是好的。但是这些好的向往、好的渴求呢，会在这个堕落的世界被扭曲、被败坏。因此，这个字在新约当中，除了这3处以外，都是负面的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个欲望、这个渴求，原来是好的，但是呢，被我们扭曲了，被我们滥用了。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欲望渴求想到负面的层面，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保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常常是提到渴望渴求的负面态度。但是这里有这3处经文告诉我们，欲望、渴求、向往，它可以是好的。好，那这个字呢，在马可福音第4章第19节撒种的比喻，说有一种人种子撒了下去了，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这个私欲就是这个字，而且它是一个复数。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欲望，当然也包括我们身体上的欲望、身体上的渴求，但那只是一种而已。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渴望，这些是不好的渴望进来，把神的话语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所以我们看到私欲，我们在特别是和合本看到私欲、看到情欲、看到肉体的情欲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上下文，它不是每一次都是讲到性方面的，除非上下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比方说罗马书1章24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里的情欲是指我们生理的欲望。但是很多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字它使用的时候呢，它是用一个非常广泛的脉络来使用的。哥罗西书3章5节，保罗说：“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淫乱他用了另外一个字，就是指不正当的性行为、污秽、邪情、恶欲。恶欲这个字呢，也就是这个字和贪婪。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渴望，我们生命当中的欲望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宽广的脉络。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一个放大镜来放大检视我们性的欲望，但是我们忽略了其他不好的欲望，也同样的对生命有害。基于教会的传统，基于我们华人的礼教传统，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单单去很放大的看性欲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用显微镜来忽略其他的问题。天主教他们在中世纪的时候有提过7宗罪。这7宗罪有哪些呢？贪婪、色欲、
嫉妒、暴食、愤怒、怠惰。当然，今天我们不再使用这个七宗罪这个名称，但是我就想到一个例子，的确不只是性的欲望带给我们生命的损害，其实在各方面，我们的贪心、我们的嫉妒、我们的饮食、我们的愤怒，甚至我们的怠惰，都会造成生命的损害。在美国有一位非常受尊敬的牧师，他在73岁那一年早上吃完早餐，进到他的办公室，就突然心律不整，就过世了。后来有一篇文章就提到，他的朋友说，其实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克制暴饮暴食，以至于他的暴饮暴食造成了他的心脏的负荷，在那天早上，他的心律不整，就死在办公桌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探讨性欲的时候，让我们同样的也诚实的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欲望有同样的害处。我们不要只集中在这个问题，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里只有这个问题要处理，其实我们的问题可多呢。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那里探讨了同性恋的问题之后，他接下来有一段很长的经文，21章24节到28节，他列举了好多一些神不喜悦的，其中包括违背父母，包括自私，包括很多我们今天好像就已经视为理所当然，好像我们天生就有这些问题。但是其实那些欲望、那些情欲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为什么单挑性欲出来，然后忽略了其他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很宽广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会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从更宽广的脉络，我要再一次的把哥罗西书3章5节来提出来跟各位讲。当保罗讲到致死地上的肢体的时候呢，他说淫乱的时候呢，他用了这个字，是指一些不好的性行为，污秽、邪情、恶欲。恶欲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字，有各式各样的情欲，然后贪婪。这里贪婪，保罗说就跟拜偶像一样。弟兄姐妹，你不会明目张胆的在家里拿一个观音像来拜，但是你的贪心，保罗说就是你的偶像。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一个更宽广的脉络来审视性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一位神学家，他提到新约当中的欲望的时候呢，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新约圣经批判的欲望是一种成瘾 （addiction）。这个成瘾呢，它摧毁了我们服侍神以及服侍邻舍的自由，它占有我们，并且篡夺我们心中单属于神的最高地位。所以不仅是性的欲望，还有其他各种贪婪的欲望、权位的欲望，或者各方面的欲望，当它成为一种瘾，当它占有了我们，当它摧毁我们，当它影响我们服侍神，让我们失去了爱邻舍的能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篡夺了我们心中那个单属于神的那个最高地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一个宽广的脉络来面对这个问题。在我分享大卫跟拔示巴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也分享过不忙碌的门徒这位作者重松谦他所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我们建立健康的生活规则来成为性欲的导向，但是他说这些规则呢，不会压抑我们的性经历，
而是帮助我们疏通，因此与人有更深厚的连结。性方面的生活规则不该是一道水坝，阻碍性经历的流动，反倒应该是河岸，疏导一股强大的水流。生活规则立下有注意的界限，这个界限呢，会引领疏导我们的性欲，成就赋予生命的事物，并尊重上帝创造性欲的初衷。重点就是我们常常的用压抑的方式，很多面对这个问题的人，你会知道，这个东西越压，它的反弹力越大。你建一个水坝，越建越高，然后到这个水坝破的时候，那个洪水反而更可观、更可怕。所以呢，我们应该建造的是一个河岸，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股水流，引领、疏导，然后成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这段话呢，就让我想起我曾经跟一个年轻人讨论过一个问题。这个年轻人呢，他就因为有的时候呢，就会去看一些不该看的网站，他就很困惑，他就来找我谈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可以安装一些软体。我说现在不是有很多的软体是杜绝这些不好的网站进来吗？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呢，他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笑了一笑，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牧师，程式是可以安装，也是可以解除的。”我听了这句话之后呢，我当场就笑了出来。说真的，我还真没想过有解除这一招。但是呢，这个就看得出来，当我们这个渴望太强大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就算是你安装了这个程式，你甚至会想到说，把这个程序解除掉，我要来看这个东西。所以压抑不是解决的方法。那要怎么做呢？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个观念，我愿意跟各位分享。英国神学家 Gorange 他写过一本书，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启发。它的英文名字叫做《The Education of Desire》。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大的醒悟，就是其实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渴求是需要慢慢的培育，是需要浇灌，是需要培养，是需要剪裁的。就像结圣灵的果子，就像一棵葡萄树一样，当它长在藤架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修剪的。同样的，我们的渴求、我们的欲望，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我们都需要来培育。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培育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河岸，而不是建造水坝。怎么培育呢？当然有一些生活规则。等一下我会告诉各位，为什么我不会给你一些具体的规则。重松谦在书里面说，生活规则不是为了拒绝而拒绝，而是为了肯定某些东西而拒绝另一些东西。今天我们说拒绝的时候，今天我们对婚外性行为说拒绝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拒绝，而是我们肯定上帝创造的初衷，因此我们拒绝。所以我们不是咬着牙，我们在那边咬着牙说我不做，我不做。我们是从正面的态度来肯定上帝的初衷而拒绝。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这么看的。你成为一个门徒，门徒这个字叫 disciple。disciple 是什么？ disciple 是学习训练。 discipline 跟 disciple 是同样的一个字根。什么是门徒？门徒就是学习训练。
我们身为一个门徒，当耶稣呼召我们来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其中一个也是我们要来学习、训练、培育我们的欲望。一个人为了训练或者减肥、进阶饮食成功，会得到喝彩。有一次我提到这个爱国队的美式足球员 Tom Brady， 他过着一个修道士一样的生活，非常的简单，他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以至于他的40几岁的身体像一个20几岁的人一样。但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当他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当他进阶饮食成功的时候，哇，大家都给他喝彩。但是另外一个足球员 Tebow 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还是一个处男，他要把他的第一次给他的妻子的时候呢，第二天的报纸简直是一直在嘲讽他，极尽能事，嘲笑他。一个人为了活出上帝的生命而进阶婚外性行为，却被嘲笑。这个就是外面的世界。所以当我们建立我们的生活规则，肯定上帝的初衷而拒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与时下的文化抗衡的。当我们愿意这么做，当我们身为耶稣的一个门徒，我们对某些事情说 no 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说 no， 我们是对上帝说 yes。 是的，这个 yes 会遭到世界的嘲笑，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其实他们才是被这些欲望所捆绑、所控制的人。刚刚那本《Education of Desire》那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把英文也列在这里。他说：服侍神是让我们最真实、最深刻的渴望得到解放的方法，但是这种解放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培育自己的官能。你看到这其中的吊诡吗？你要得到自由吗？你得到自由不是要任意妄为，你得到自由是要按照上帝的初衷来行事为人。真理使我们自由，这个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照着上帝的初衷来行事为人。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他们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方法是就像那个水一样，喝了还会再渴，但是他们并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人上床，用酒精、用毒品来解决他们灵性上的渴求。他们是真正的自由吗？他们嘲笑我们不自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才是真自由的人，因为我们愿意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最深刻、最真实的渴望才会得到解放。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很详细的讲下面的这一点。什么叫做服侍神？服侍神是活在群体中，将生命给予别人。我们或许不，我们是一个单身的人，我们或许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不是我们的渴望得到满足，而是让上帝因为我们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让上帝得到满足，这个才是我们生命的最高目标。所以什么叫做服侍神？他不是只是恣意的讲，我来教会讲道，阿东在上面做音响，你来做招待。服侍神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在群体当中，活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活在你的邻舍当中，活在这个地球村的这个群体当中，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给予别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的可以去爱邻舍，
可以去爱上帝。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培育我们的欲望，可以建造一个河岸，而不是建造水坝。我非常推荐一本书啊，这本书目前好像没有简体版，繁体版叫做《神圣的渴望》。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呢，你可以看左边这本书，叫做《The Journey of Desire》。弟兄姐妹，渴望它是一个旅程，它永远都在改变，它永远都在进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靠着神的怜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往前走，我们在培育，我们在尝试的结出圣灵的果子。渴望是一个旅程。在这本书里面有一段非常好的话，他说，基督教承认欲望会在我们内心发狂，但是他不以扼杀欲望的方式来矫正问题。相反的，基督教寻求治愈的方式来处理欲望的问题。我们常常扼杀，但是其实就像很多那些在这个问题上跌倒的牧师一样，扼杀的方法其实并不管用，用水坝来挡，其实并挡不掉。更重要的，就像我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个图表，我们需要圣灵来成为我们生命的考古学家，来挖掘我们生命深层当中那个最深的伤痕，然后来让圣灵医治那个伤痕的时候，我们就会处理矫正这个欲望的问题。到现在我都没有给各位具体的方式，如何的方式是有原因的。但是呢，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就是我们肯定神的创造初衷是美好的。特别是各位在家有一些青少年的子女，你们可以告诉他，他们身体的这个渴望是健康的。那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处理才是一个问题。不要让他们误解这个渴望本身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肯定神的创造初衷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也承认，在这个扭曲的世界，我们的渴望是需要重新定位、医治。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最深的渴望是灵性的，所以我们要寻求那个灵性的源头，我们要满足我们那个灵性的渴望。当我分享上帝的话语的那个主题的时候，我问了各位兄弟姐妹，你享受上帝的话语吗？你会把 pleasure， 你会把享乐这些字跟上帝的话联想在一起吗？如果你真的渴望渴求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生命当中的 enjoyment， 成为你生命当中的 pleasure， 当你的灵性得到那种真正的满足的时候，当你重新定位那个渴望，接下来我们就比较容易解决，然后我们就会得到医治。而且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面对欲望的方式因人而异，而非制式刻板的具体方法。所以今天我不会告诉你有什么步骤，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有的人性启蒙意识非常的早，有的人性启蒙意识非常的晚，有的人面对这个问题，他比较不是他的弱点，有的人在这方面是很大的一个弱点。有的人他因为少年时期小的时候有生命上的伤痕，以至于影响了他成长后的看待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复杂。所以呢，我们不能用一个刻板的1、2、3的方式来告诉别人怎么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我们问神，我们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生活规则。每一个规则是按照你自己的独特来量身打造，来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会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立下的心志跟努力。渴望是一个旅程，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在这个旅程上靠着上帝立下我们的心志，不断的培育，不断的修剪，不断的努力奔跑，上帝会纪念的。最后，可能我那句话没有带来，阿东，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最后有一句话我没有放在这个投影片里面。有一位神学家他说，信仰的成熟是什么呢？是从责任迈向享乐乐趣。我们遵守这些生活规则，不再是一些苦哈哈的职责，我们遵守这些生活规则，是我们享受上帝创造我们生命的初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议题上面，让我们用一个更宽广的脉络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采取哪一些步骤来解决我们最终的那个灵性的渴望，之后来面对我们生命上各种欲望的渴望，然后这些渴望靠着圣灵来满足来解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你的创造是美好的，但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堕落，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向往被扭曲了，被滥用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我们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常常用错误的方式来寻求满足我们灵性上的干渴。求你帮助我们来满足我们的灵性上的满足干渴，只有你才能帮助我们。你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喝了才会永远不渴。求你帮助我们如何来界定、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生活规则，建立属灵生命的规律，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不管是已婚，不管是单身，我们都能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都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这个虽然嘲笑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不卑不亢地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对不起，今天有一点长，因为昨天我前一整个月都在思想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剪、再修、再剪内容，还是长了一点，因为有太多的议题要探讨。好的，我们现在有几件事情要报告，我们要再次的欢迎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报告过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5月17号的会员大会是采用线上举行的方式，想必各位已经收到了电子邮件，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回复了。如果您还没有回复，请您回复邮件。如果没有使用邮件的，我们也会亲自把这个投票纸上投票的这张纸送到您那里去，然后填好了拿回来。我们尽量求主帮助我们，也特别的为技术同工祷告，让这个会员大会，我们第一次尝试线上的方式，让这个会员大会顺利成功，然后呢正确。那第二件事呢，我们原定于5月底的国殇日 Memorial Weekend 的时候呢，我们来举办春令会，而且这个春令会呢是联合整个威州的几个教会一起，但是很可惜的，疫情到现在都还没有明朗。我们威州的居家指令要到26号如果没有其他的状况的话，是到5月26号才结束，所以相隔这个春令会的日期太近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同工们就在过去的星期一，
他们开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暂时取消今年的春令会但是我相信他们所做的所有的准备都不是白费的。明年他们会省下很多的时间，因为基本上很多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盼望明年5月，我们这里是一个没有疫情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好好的、重新的大家在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一起聆听他的话语。我们再次的感谢王长老跟 Eric 在这几个月当中跟各个教会联络，花了很多的时间开会商讨，求主纪念他们的辛劳。最后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如果你认识英文部的 Christian 跟 Lene， 他们是我们青少年的辅导，他们的 baby 呢好像很急着出来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孩 Cecilia 她已经出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为Christian 跟 Lene 高兴他们的女儿叫 Cecilia， 7磅2盎司我们感谢在这段期间不仅是 Christian 跟 Lene 有了一个女儿 Mary跟 Jeff 生了女儿叫 Anna， 我们报告过了。然后呢，我们也非常高兴，沙雪已经怀孕6个月还好有人告诉我，我跟他开玩笑说，如果真的等他孩子出来了，然后在教会里面出来，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就太糗了真的是在这段疫情的期间，我非常感谢弟兄姐妹用各样的方式来 update 我，让我知道一些很好的消息。真的是在疫情当中有很多这些生命、新生命的诞生，来让我们知道生命是有契机的，生命其实是有盼望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请接受上帝的祝福。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同在，特别保守我们的身体，讨你的喜悦，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今天中文的线上崇拜就到这里。